8艘對65艘，把這2個數字擺在一起，多數人的直覺只有一個：這仗還用打嗎？美國國防部的中國軍力報告估計，解放軍潛艦部隊在2025年前後達到65艘左右的規模，是全世界數1數2龐大的水下兵力。而台灣這邊，就算海鯤號後續7艘全部到位，加上2艘性能提升的劍龍級，滿打滿算也只有10艘，不到對手的1/6。如果把潛艦戰想成2隊人馬在海裡排開對砍，那8艘對65艘確實是一場沒有懸念的碾壓。網絡上嘲笑國造潛艦杯水車薪的聲音，用的就是這套算法。問題是，潛艦戰從來不是這樣打的。但今天要把這筆賬一項一項攤開來算，數量、水深、噪音、艦齡、地理，每一項都算給你看，你會發現，在水下戰場，這組數字的意義跟你想的完全相反。先說清楚，這不是替誰打氣，也不是唱衰誰。接下來引用的每一個關鍵數字，都來自公開報告與公開報道，涉及攻防的部分會明確標注，這是推演。水下作戰是現代軍事裡最不透明的領域，正因為不透明，賬更要算清楚。先講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實，台灣不是不想買潛艦，是全世界沒有人敢賣。2001年，美國布希政府批准售台8艘柴電潛艦，聽起來是歷史性突破，結果卡在一個荒謬的現實上。美國海軍自己從1950年代之後就全面轉向核動力，柴電潛艦的生產線早就拆光了，想賣也造不出來，找歐洲國家代工，能造潛艦的國家一只手數得出來，一個一個被北京施壓勸退，沒有人願意為了這筆生意得罪10幾億人的市場。再往前推，1980年代荷蘭賣給台灣2艘劍龍級，也就是今天還在服役的海龍艦和海虎艦。事後荷蘭遭到中國全面的外交報復，從此再也不敢接單。此後30多年，台灣的潛艦部隊就停在這2艘船上，加上2艘二戰時期下水，老到只能拿來訓練的茄比級。全世界最老的现役潛艦就在台灣。一支海軍的水下戰力停滯30年是什麼概念？同一段時間裡，對岸從老舊的羅密歐級血統一路換裝到基洛級、宋級、元級、商級。台灣的水下主力還是那2艘1980年代的荷蘭船，差距不是一天拉開的，是一年一年在買不到船的无奈裡累積出來的。所以標題那句話要說清楚，不是買不起，是有錢也沒人幫你造，買不到就只剩一條路，自己造。於是有了潛艦國造。2016年，這個被外界看衰到極點的計劃正式啟動。2020年底在台船高雄廠區開工。2023年9月28日，原型艦出物命名，取名海鯤，舷號711，台灣歷史上第1艘自制潛艦。當時罵聲不少，有人說台灣沒有造艦經驗，有人說關鍵裝備根本拿不到，有人說這是把幾百億丟進海裡。這裡解釋一下所謂的紅區裝備。潛艦國造把裝備分成3級，綠區是台灣可以自制的，黃區是有困難但能想辦法的，紅區是自己做不出來，必須從國外取得的最敏感核心，像潛望鏡、聲納、戰鬥系統、魚雷。當年最大的質疑就是，連賣整艘船都沒人敢，誰敢賣你紅區裝備？但關鍵的輸出許可一張一張批下來，戰鬥系統、重型魚雷等美制紅區裝備陸續到位，船段一節一節合攏。海鯤號是一艘約2500噸級的中型柴電潛艦，艦體採用高強度鋼材，設計前身優於劍龍級。台船為此整合了上百家本土廠商，從特殊鋼材、壓力殼、焊接到管路系統，把台灣過去完全沒有的產業能力一塊一塊補了起來。潛艦被稱為工業王冠上的明珠，不是因為它大，而是因為它要把上百萬個零件塞進一個要承受深海水壓還要絕對安靜的鋼殼裡。全世界能獨立做到的國家，2隻手數得完。接下來的測試進度把質疑一項一項打掉。2025年年中，海鯤號展開海上測試，首次潛航就下潛50公尺達標。到2026年，它已經累積了17次海試，11次潛航測試，從潛水靜態下潛、水下操縱，一路測到跨夜長時間潛航。
每一次出海，科目都在加深，浮航測完測潛航，白天測完測黑夜，單向測完測連續。2026年5月6日，海鯤號在海測中完成操雷射擊，把測試用魚雷從魚雷管實際打出去，驗證戰鬥系統從偵搜、解算、發射到導控的完整流程。這是潛艦測評裡最硬的一關之一，因為它考的不是單一裝備，而是整艘船當成一個武器系統能不能運作。武器射擊驗證過了，剩下的是收尾科目與驗收文件。學者評估交件時間可能落在2026年9月前後，比原定時程晚了幾個月。但對一個從零開始的造艦計劃來說，原型艦能走到這一步，放在全世界的潛艦工業史上都算快的。而海鯤號從來就不是只造一艘，海軍的規劃是原型艦完成戰術測評之後，後續艦分3批建造，先2艘，再3艘，最後2艘，總共7艘，加上海鯤號本身就是8艘國造潛艦，再加上2艘性能提升後繼續服役的劍龍級，台灣水下兵力的目標是10艘。這8艘國造艦是同一個設計，同一條生產線，同一套後勤，零件通用，訓練通用，維修流程通用。潛艦是全世界最吃維修保養的武器，一艘潛艦出海，背後是船塢、備料、案勤的整條鏈在轉，艦隊型號統一，妥善率就上得去。同樣10艘船，能同時在海上的數量就多，而且後續艦不是原樣複製，原型艦測試中暴露的每一個問題，都會回饋到後續艦的設計裡，越造越熟，越造越好。這正是自己造和買現貨最大的差別。產線在自己手上，主動權就在自己手上。還有一層很多人忽略的意義，潛艦成軍不是交艦那天就結束，艦員養成、戰術測評跟案勤體系的磨合，樣樣要時間。而原型艦走過的每一步，都在替後面7艘鋪路，訓練教材、測試標準、維修手冊，全部從海鯤號身上長出來。第一艘最貴、最慢、最痛苦，但他把路開出來之後，後面的船就是沿着鋪好的軌道下水。好，船有了，接下來算第2筆賬。戰場。攤開海圖，台灣海峽平均水深只有60公尺，海峽內最深的地方也不過100公尺上下。這是什麼概念？海鯤號艦身長度接近70公尺，在海峽中間，水深跟艦身差不多長。潛艦在這種地方幾乎沒有垂直機動的空間，下潛、脫離、變身全部施展不開，一個操作失誤就是坐底或者撞上海床。所以先講清楚一個常識，真正的潛艦戰不會發生在台灣海峽正中間，那裡對雙方潛艦都是死地，但潛只是台海水文的一半，另一半是潮。台灣海峽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水道之一，貨櫃輪、散裝船、漁船、工作船日夜穿梭，螺旋槳聲、引擎聲、拖網聲混成一鍋粥。淺海的聲學環境更是出了名的混亂，聲波在海面與海底之間來回反射，混響嚴重，加上洋流、鹽度與溫度層的變化，聲呐的有效距離在這種環境裡會被大幅壓縮。主動聲呐打出去，滿屏都是雜訊回波；被動聲呐聽到的是一整片背景噪音。這裡補一個聲學常識，聲音在海水裡的速度大約每秒1500公尺，而且會隨溫度、鹽度、壓力改變。海水溫度隨深度變化的交界層叫溫躍層，聲波打到溫躍層會折射轉彎，就像光穿過水面會偏折一樣。於是海裡會出現聲呐怎麼掃都掃不到的陰影區。潛艦艦長的基本功就是把整艘船藏進這些陰影裡，深海的陰影在垂直方向展開，淺海的混響把一切攪成雜訊。2種環境，同一個結論。在海裡找一艘不想被找到的潛艦，是現代軍事裡最難的任務之一。這對誰有利？對安靜的一方有利。柴電潛艦用電池推進的時候，是海裡最安靜的人造物之一。趴在嘈雜的淺海邊緣，就像躲在夜市裡講悄悄話，你知道它在，但你就是找不到它。海鯤號採用 X 型尾舵，相比傳統十字舵，更適合在淺水與近海底環境操縱。這個設計選擇本身就說明了它預定的戰場。反過來說，任何想跨越海峽的登陸船團都必須浮在水面上，排成隊形，
用10幾節的速度慢慢開，在聲學上等於打着燈籠過馬路。再看台灣東部，情況完全反過來，離開海岸沒多遠，海床就急墜進太平洋深處，水深以1000公尺計，黑潮由南向北貼着東岸流過，水團交匯，溫度層複雜，聲波在不同水層之間折射彎曲，會形成聲納照不到的聲影區，淺而吵的西邊，深而亂的東邊。這種水紋對潛艦獵殺極端不友善，卻對躲藏的一方極端友善，而躲藏的那一方就是守方。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變數，天氣。台灣海峽秋冬吹強勁的東北季風，夏天有台風，海象對平底的登陸載具極不友善。軍事分析普遍認為，真正適合大規模渡海的天候窗口，一年只有春秋2段。以周計算，窗口越窄，行動就越好，預測伏擊者的等待就越有把握。守方甚至不需要全年緊繃，只要在窗口期把伏擊區填滿就夠了。這就進入第3筆賬，伏擊的邏輯。先說明，接下來是兵棋推演的攻防邏輯，不是預言。潛艦作戰跟水面艦不一樣，它不列陣對決，它守株待兔。而守方有一個攻方永遠拿不走的優勢，守方知道你一定會來，也大概知道你會走哪裡。台灣周邊適合潛艦設伏的位置，軍方和智庫的公開評估講得很清楚。北邊的宮古海峽方向，南邊的巴士海峽方向，東部西太平洋海域各有2個，總共6個伏擊區。這6個位置不是在地圖上隨手圈出來的，是把水深、航道、洋流、距離逐項篩選之後剩下的答案。戰場數學做完，答案自己會浮出來。這些位置的共同點是水深夠深，又扼住航道咽喉，共軍艦隊要繞到台灣東部，要出第1島鏈，要對台灣實施封鎖包圍，這幾道門幾乎繞不開。一艘柴電潛艦提前進入伏擊區，關掉柴油主機，用電池維持最低速，或者乾脆懸停，然後等對手的艦隊什麼時候來，從哪裡來，守方的暗制雷達、巡邏機、盟方情報都會提供預警。潛艦只需要在正確的位置保持安靜，而攻方呢？他不知道那片海裡有沒有潛艦，不知道有幾艘，不知道在哪個方位。他唯一理性的選擇是假設到處都有。這種資訊不對稱會逼出一個對攻方極其昂貴的結果。反潛作戰是海軍公認最困難的作戰形態，講究艦艇、直升機、定翼機、聲納浮標的體系配合。而即使是體系完整的海軍，面對一個疑似的聲納接觸，標準動作也是整支船團減速、轉向，把反潛兵力調過去查證，直升機調放聲納一遍一遍聽，查證幾個小時，什麼都沒有，再前進，然後下一個接觸，再查證，時間就是這樣被燒掉的。而對一場需要搶天候窗口、搶灘頭時間的渡海行動來說，時間就是命。把推演再具體一點，假設一支船團從福建沿海出發，數十艘兩棲艦加上徵用的滾裝貨輪，護航兵力擺出反潛平位，直升機在航路前方一站一站調放聲納。船團的航速受最慢的那艘船限制，橫渡130公里寬的海峽，怎麼算都需要以小時計的暴露時間。而在航道兩端的深水區，只要有一個疑似潛艦的接觸，平位就得停下來處理。潛艦這邊呢，射完魚雷轉身就走，利用自己剛剛制造的爆炸噪音和船團的混亂脫離接觸，換一個位置充電，再等。攻方每一次撲空，燒掉的是反潛兵力的體力和聲納浮標的庫存；守方每一次得手，換到的是一艘裝滿人員裝備的運輸艦。這種交換比就是伏擊戰最殘酷的地方。這還只是潛艦存在造成的干擾，真挨上一發的後果更直接。海鯤號配備的 MK48 重型魚雷是專門設計來從船底下引爆的武器，靠爆炸氣泡把船的龍骨從中間頂斷。兩棲登陸艦挨一發，基本上就是除籍。而且潛艦的手段不止魚雷，它還能在對方港口外海與必經航道上預先布放水雷，讓想封鎖別人的一方反過來被封鎖在家門口。歷史上這種賬算過很多次。1982年福克蘭戰爭，英國核潛艦征服者號用魚雷擊沉阿根廷巡洋艦貝爾格拉諾將軍號，
此後整場戰爭，阿根廷海軍的水面艦隊再也沒有離開近岸。反過來，阿根廷一艘老舊的柴電前艦聖路易斯號在英軍艦隊周圍活動了好幾個星期，英軍砸下大量深水炸彈和魚雷，反潛直升機日夜搜索，到戰爭結束都沒抓到它。一艘前艦就讓一支遠征艦隊的反潛體系從頭繃緊到尾，這就是前艦的本質。它未必擊沉很多船，但它逼迫對手把整支艦隊當成獵物來保護。8艘前艦不需要擊沉65艘前艦，他們的目標從來不是對方的前艦，而是那些必須浮在水面上、必須擠進固定航道、必須準時抵達的船。第4筆賬來拆對面那個65艘。65艘聽起來鋪天蓋地，但前艦部隊不能只看數量，要看構成。這65艘裡面有一批明級前艦，技術血統可以追到1950年代的蘇聯設計，噪音大，前深淺，感測落後，在現代反潛體系面前接近裸奔。這批老船的狀態，看一個例子就懂。2003年4月，明級361號潛艇在演訓中發生重大事故，全艇70名官兵罹難。事後調查指向柴油機運轉管理的疏失，這是和平時期各國前艦部隊最慘重的事故之一。老船不止戰力打折，連日常運作本身都是風險。有12艘基洛級，1990年代到2000年代從俄羅斯買的，當年是好船，如今艦齡普遍20-30年，最早那幾艘已經在淘汰名單上。有宋級，中國第一代自研的現代柴電艦，性能中規中矩。平心而論，宋級有過高光時刻。2006年，一艘宋級在沖繩外海悄悄上浮，距離美軍小鷹號航母戰鬥群只有幾公里。美軍事後承認，事前沒有偵測到它。這件事讓全世界重新評估柴電前艦的價值。但請注意這個案例證明的方向，它證明的不是誰的前艦多強，而是安靜的柴電前艦搞伏擊有多致命。這個邏輯搬到台海，埋伏的一方是誰？是守方。同一條規則，換一片海，受益者就換了人。真正需要嚴肅對待的是配備絕氣推進系統，可以長時間不上浮的原級，以及商級核動力攻擊前艦，後者數量的公開評估大約在6到8艘。美軍情報部門的判斷很直白，解放軍正在汰除老舊艦艇，全力轉向核動力。到2027年，前艦總數約70艘。到2035年，攻擊前艦可能達到80艘，其中一半核動力。翻譯一下，連美軍都認為現在這65艘裡有相當比例是撐場面的舊船，所以北京才急着大規模換裝。而且這65艘從來不是全部對着台灣。核動力彈道飛彈前艦是國家核威懾的底牌，要攻擊前艦護衛，南海方向要人巡邏，東海、黃海要人值班。一旦開戰，最好的核前艦要去外海跟蹤，組織美軍航母打擊群，這是他們造出來的首要目的。層層任務分攤下去，真正能投入台海周邊的是打了好幾次折扣之後的數字。最關鍵的一點，前艦克前艦靠的是安靜和聲納，而在台海周邊的潛水環境，噸位大、噪音相對明顯的核前艦反而施展不開，等於共軍前艦部隊裡最強的那一塊，恰恰最不適合進來這個戰場。你可以跟着做一個粗略推演，65艘，扣掉戰略核前艦和護衛他們的兵力，扣掉明級這類舊艦，再套用海軍的通則，前艦部隊大致1/3在維修，1/3在訓練整補，1/3能出海。真正能同時壓到台海周邊的現代化前艦，可能只剩10幾20艘的量級，而他們還得面對潛水、噪音和接下來要講的那張網。至於反潛，公開評估普遍認為這是解放軍海軍相對的弱項。反潛巡邏機的機隊規模和實戰化訓練起步都晚，要在自家門口的嘈雜淺海裡揪出8艘預先埋伏、關機靜默的柴電前艦，這是連美軍都會頭痛的課題。反潛能力沒有捷徑，它需要數十年的聲學資料庫、老練的聲納士官、磨合成熟的空海協同，這些東西用錢買不到，只能用時間熬。第5筆賬，台灣不是一個人在聽。冷戰時期，美國為了對付蘇聯前艦，在大洋海底鋪設了代號蘇蘇斯的水下監聽系統，用固定聽音陣列捕捉前艦聲紋。
蘇聯前艦一出港，聲音就進了美軍的資料庫。這套系統在冷戰立過大功，蘇聯前艦橫越大西洋的航跡，經常被岸上的分析員從頭標到尾，前艦自己還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到1980年代中期，這套陣列已經從日本南部一路延伸到菲律賓，把中國前艦進出太平洋的主要通道基本蓋住。冷戰結束，這張網沒有拆，反而升級了。公開報道指出，美日以沖繩為核心，部署了新一代水下監聽系統，覆蓋琉球群島的太平洋側。最新的聽音陣列不只有高敏感度的被動水下聽音器，還配備低頻主動聲納，透過光纖直連岸上的高速電腦，能從聲紋快速研判前艦的型號、位置與訊號特徵。海底的耳朵之上，還有天上的 P8AP 反潛巡邏機和水面反潛兵力來回巡邏，整體構成一條從日本本土經沖繩掠過台灣東部接到菲律賓的偵測鏈，有人稱之為魚鈎防線。這張網還在繼續長，今年美日在無人水下載具與海床感測節點上持續加碼。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音響測定艦常年在相關海域拖着聽音陣列慢慢走，把該聽的海一寸一寸聽過去。台灣自己手上也有12架 P3C 反潛巡邏機常態值班。海鯤號與後續艦成軍後，水下、水面、空中3層才算真正拼齊。看地圖你會發現一件事，這條魚鈎的彎鈎處跟台灣前艦的伏擊區是同一片海。宮古海峽、巴士海峽，共軍前艦要出第一島鏈，就得從美日的聽音器上面開過去。水面艦隊要繞台，走的也是同一條路。聲紋就像指紋，每一艘前艦的螺旋槳和機械噪音都有獨一無二的特徵，被完整記錄過一次，下次再出現就更容易被認出来。共軍前艦每一次出島鏈遠訓，某種意義上都在替這張網的資料庫免費建檔。這張網未必直接指揮台灣的潛艦，公開資訊也不會告訴你情報共享做到什麼程度，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改變了整個賽局。對共軍來說，第一島鏈內的水下是一個他看不清別人，別人卻可能一直看着他的環境。台灣的8艘前艦是埋在這個環境裡的8顆不知道位置的地雷，而地雷最大的威力從來不是炸掉哪一輛車，是讓整條路沒人敢走快。現在把5筆賬合起來看。第一，台灣繞了40年才確認一件事，前艦買不到，只能自己造。而海鯤號用17次海試和實際的操雷射擊證明，台灣造得出來，後面還有7艘，產線和主動權都在自己手上。第二，台海的潛水與噪音，天然懲罰大船，獎勵安靜的小船，這是地理發給守方的牌。第三，伏擊戰的規則是守株待兔，守方選位置，攻方猜位置，6個伏擊區卡住的正是繞不開的咽喉。第四，65艘的賬面之下是老舊艦占相當比例，任務多線分攤，最強的核潛艦偏偏不適合潛水的現實。第五，美日數十年經營的水下偵測網，讓這片海對攻方而言處處是耳朵。所以8對65這道題從頭到尾就不是8艘潛艦去跟65艘潛艦決鬥，而是8艘安靜的伏擊者守着6道門，等着對手把必須浮在水面的船團送進全世界聲學環境最惡劣、監聽密度最高的一片海。前艦是拒止武器，它不需要夺取制海權，它只需要讓對岸的參謀在計算渡海成本的時候，永遠算不出一個可以承受的數字。這就是不對稱防衛的算術。守方每部署1艘前艦，攻方就要準備好幾倍的兵力去搜索、護航、掃雷，還要承受怎麼防都防不完的心理壓力。福克蘭的英軍艦隊體會過，冷戰的蘇聯前艦部隊體會過，現在輪到台海的攻方參謀去體會。把5筆賬看完，再回頭看標題那句話，你會發現它其實是2段歷史。前半段是台灣被整個國際軍火市場拒於門外的40年，後半段是台灣決定不再等別人點頭的這10年。買不到，所以自己造。造出来之後，這8艘船不需要贏得漂亮，只需要讓那道渡海的數學題永遠解不出一個能交差的答案。水下戰場的規則從來不是誰的船多，而是誰先被聽見。8艘夠不夠？
沒有人敢打包票。但65艘要付出什麼代價，北京自己算得出來。